我看的这个民调已经看了20年，第一次看到台湾人对于经济的正面评价居然高于负面评价。台湾跟中国靠近的时候是被中国吸过去，被掏空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最近因为跟美国的经济连结比较多台积电也在亚利桑那州一直开始设厂了好几年了那台湾很多跟美国的连结把台湾经济带上来，这个是很明显。我觉得国民党愚蠢的还不是说他一头热的倒向中国，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因为我讨厌民进党，我厌恶民进党，甚至我仇视民进党，我没有办法找美国来当帮手，那你就找了中国当帮手。为了对付民进党或者跟民进党展开良性竞争，你需要把共产党引进来吗？你国民党头壳坏去嘛？中国经济自己也在严重下行，而且现在是恶性循环，是通缩状态，通货紧缩状态。中国一旦陷入通货紧缩状态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这个就是摆脱20年摆脱不了，至少20年。日本的话30年嘛。失落30年，现在的话，中国大陆他们自己说有些人自己说不是失落30年了，是失落50年，废掉 WTO， 另外成立新的国际贸易组织来取代 WTO，那也会成立更极端的情况，就是成立新的联合国来取代现在这个联合国，然后把中国排除在外。那时候的名称叫做全球民主联盟，当然民主国家进来，台湾是，然后非民主国家、集权专制国家出去，所以中国就进不来。要变相的把中国排除出去，美国建立的这一套国际体系，这在川普1.0都已经排演好了，所以剩下的时间只是按本操课，一步一步推进。各位朋友，请支持我们的团队制作优质的影片，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按赞、分享、订阅。你的每一则留言，你每一个分享，每一个抖内，对我们来讲都是最大的力量。我们也诚挚的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会员。在所有的民调里面，我最相信也是引用最多的就是戴利安的民调，因为我观察他20多年来，他的正确性最高。而今天他又公布了他最新的国政民调，8月份的国政民调，看了这个数字，你会发现台湾的民意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而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台湾的朝野政党都有非常大的警示作用。而这个民调里面，你要注意到，第一个也是最少人提到的，就是它的国内整体经济现况评价。我们看到它的国内现况评价里面，正向评价的48.3%，负面评价的45.2%。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我们再来看这张表。现在这个调查，戴利安是从2006年开始就做这个国政民调，他每个月都公布。从这张表你就可以看到，民众对于国内整体经济评价里面，在2006年、2007年、2008年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绝望的。当时的负面评价都在8成以上，甚至一段时间还到了9成，而正向评价都在10以下。马英九一段时间虽然拉近，可是很快的又拉开，等于说长期以来，在陈水扁在马英九时代里面，对台湾人对经济其实非常绝望，都觉得经济不好的在8成上下，认为经济好的也不过在1成到2成之间。但是没有想到，到了赖清德任内，这一次8月份的民调里面，正向评价居然已经高出了负面评价，而且你们要注意到这里面台北市，我们知道台北市的经济选民最多，台北市对这个感受最强烈。台北市认为整个经济变好的是59点多，而认为不好的39。你可以知道，连台北市这样子经济选民最多的地方，感受最深刻，而且大学以上的感受也最多。那想说这个民调就是一个台湾政党的一个比较，没有，它不只是政党比较。你看到民进党在这一次里面大幅的攀升，它的满意度也大幅的增加，而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是小跌，这代表什么？如果我们仔细爬出的话，是代表着在中美台之间的地缘政治较劲，在 AI 整个供应链的选择伙伴上面，甚至整个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选择里面，台湾人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见，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走向，而这个走向也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的政治选择。好的，谈到这个，我们今天就非常高兴的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吴家龙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龙你好。宝杰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家龙刚刚讲的是这个民调，当然每个月都在做民调啊，这个民调已经从2006年开始，每个月我们过去我在做关键时刻的时候，我都会引用他的这个国政民调。
可是这一次让我非常的惊讶，我刚刚讲到的，我看的这个民调已经看了20年，第一次看到台湾人对于经济的正面评价居然高于负面评价。我们知道以前国民党虽然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啦，国民党如何如何啦，可是国民党在台湾统治最有正当性就是他把经济搞好了。过去我们讲，国民党有所谓的经济内阁啊，国民党有经济专才啊。过去陈水扁上任的时候，最被批评就是他把经济给搞砸了。对于经济的不信任，一直是台湾人民对于民进党的刻板印象。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一次里面出了明显改变，而出了明显改变之后，整个民进党的好感度，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的施政满意度都大幅提升了。我们这个要连接到经济变化哈，与那个产业革命。这一次很明显，我们现在是在 AI 产业革命。然后呢，从去年是 AI 革命的元年第1年，今年算第2年。然后呢，你会看到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到了8.5以上，今年要到11了。对，然后呢，第一季14.5%，第二季大概13%啊，这样子高。然后这样下来的话，那么很明显嘛，迟早从科技部门外溢到这个传统部门、金融部门，多多少少都会有感受。从那个餐饮啊、旅游啊、房地产啊、零售啊，都会开始感受到有一部分的领域的人有高所得、高收入啊。然后呢，整体来讲，这个是产业革命把台湾经济拉上来，变成出现大概多年来第一次有所谓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嘛。这我把它称为第2次台湾经济奇迹。第一次就是国民党那个年代。台湾经济奇迹从12%当那种高成长率一路下来，12%、10%这样慢慢下来。那这一次我们又回到一下，就是国民党2位数经济成长所维持的这个年限，到现在还是世界纪录。那就是说到现在，等于说它持续10多年，每年都是2位数的经济成长率，这样的一个记录，到现在连中国都没有打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数字。那个其实有。战后啦，有一个次序，最先2位数经济增长，后来慢慢降下来这个是肯定的了会慢慢降下来。最先是日本，然后再来台湾，再来韩国，再来中国是这样来。然后呢，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马英九时期因为两岸经济关系的交流处于比较好的状态，其实从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台商就已经前进大陆嘛，对，很多那个生产线都外移过去，到最后的最后，笔电生产线5条全部移光嘛，就我们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从资源跟人才的流，还有资金的流向来讲，台湾跟中国靠近的时候是被中国吸过去，被掏空了。然后台湾跟美国靠近的时候，美国是等于是跟台湾产生一种互补性，等于说把台湾带上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最近因为跟美国的经济连结比较多台积电也在亚利桑那州一直开始设厂了好几年了那台湾很多跟美国的连结把台湾经济带上来，这个是很明显。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两岸的那个经济评价比较差的时候，恰好从这个陈水扁到马英九这个时期，就是台湾经济跟中国经济在交流紧密的交流的时候。然后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缩小？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美国刻意把台湾的资源拿到中国去。对，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开始搞 WTO， 那是要把整个中国纳入全世界的经济体系里面，所以等于是美国要促成这个全球化，要把中国拉进来，那逼着台湾的厂商就要前进中国，当成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先锋部队，以中国为市，应该讲以中国为工厂，生产便宜大量的这个货物供美国来使用。你这个讲得非常好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局面，造成中国以世界工厂的形式崛起，而这个世界工厂当中，台商等于当一个带头者、辅导者协助者，这样把技术订单都带进中国好，就是台湾资本。或者台湾资本加人才打造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这个无法否认那现在的话，从2017年川普当选到18年贸易战开打，你会发现这个台湾经济跟中国这个好感度跟那个不好感这两个开始缩小，对，所以是贸易战作为重大扭转。你看蓝的往上走，红的往下降的时候，那个就是贸易战开打的时候，然后一直到从2019年开始。然后到现在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蓝的开始第一次超越红的就是说那个
认为经济好的第一次超越认为经济不好的，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变化的话，显然我们国内的那个民众对经济的感受，跟全球化的关系，跟两岸经济的关系的变化，或者美台那个关系的变化是紧密连结的，恰好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政治学跟经济学有一个交集，叫做中间选民理论，就是选举的结果。两大党的基本盘各拥有基本盘，但是过不了半数，最后胜负的决定在中间选民，而中间选民通常就是经济选民，对，关心经济的结果。好，然后现在可以看出来，因为经济的转好，对执政党的支持度会上升。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对于那个政党的这个反应你会看出来，那民进党搭上了这个经济回升的这个顺风车，所以他现在这个正向评价是46.8%，互相评价38.9%这样子。然后呢，国民党、民众党这两个在野党的话，理论上加起来，它的评价是有50，但是呢，他们的互相评价也远远超过50啊。那所以呢，相比之下，除非两个在野党能够整合成一块，否则的话，他无法挑战民进党。个别来讲，他无法挑战民进党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转型，全球化现在进入到2.0、3.0之类就是美国对很多国家都课关税，不是单独对中国课关税。然后呢，供应链的那个重整里面不但是要恢宏供应链，而且是要那个配合 AI 的产业链。所以很多供应链其实是回到台湾或者回到台商手里，那这样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台湾的选民的感受反映在这个民调里面。是，那嘉龙，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很清楚，我帮你放上下层结构，下层结构其实是经济，上层结构才是政治啦、军事各方面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有什么看的话，台湾的整个下层结构已经非常清楚了，经济现在大家认为是比过去来好。如果我觉得现在的经济是比过去好，就代表现在的 AI 产业链、现在的非宏供应化、现在跟中国保持距离、现在跟美国保持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这个路线其实反映到了我对经济的满意度，这个路线看起来是对的。那谁是这个路线的代言人，谁就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红利。而现在国民党往下掉，就代表说，现在如果国民党还是继续的要跟中国共产党或者要跟中国保持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你就会慢慢的去背离台湾的主流民意了。这个是现实经济效应的表现，因为中国经济的确在往下走，这个房地产危机嘛，然后地方财政危机嘛，然后现在他要把资金外流堵住，他要那个对付资金外流的问题然后他要把外面的钱要放在外面的钱要吸引回来、赶回来等等。你会看出来，如果国民党还在强调两岸经济交流，还在把台湾经济跟中国经济来连结的话，那简单讲就是被中国经济拖下水。那如果台湾经济去跟美国挂钩、跟日本挂钩的话，那因为美国、日本等等在领导现在的 AI 产业革命，那台湾正好是供应链，对不对？对。那台湾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商机嘛，所以会被带上来嘛。所以台湾选择靠向太平洋的这一头，美日这边，还是靠向这个东亚大陆的中国市场这边，就变成一个我们两边都做过嘛。所以台湾的资本外流的时候，台商大量前进中国大陆投资是设厂嘛，然后现在发现中国已经饱和，甚至于开始往下走。一个关键点是他修改劳动的那个法规以后，提高那个工资，提高工资的话，他的人口红利等于消失，再加上地方的建设，这个官员的贪腐，等于增加了所谓交易成本。所以现在看起来，就中国投资已经比不上东南亚核算，甚至于比不上去墨西哥，去美洲。所以呢，现在问题是实质经济面，中国大陆的吸引外资的能力在下降。台商过去发现也不太合算，这个是经济的基本面在背后运作，然后表现成台前你看到的民调、政治倾向、政党支持度、信任度等等等等嘛，这将来。所以，假如你觉得说现在朝野两党这样的争来，你吵来我吵去，你觉得那只是小打小闹？今天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数字，你说那个根本就是一个路线的选择，因为你刚刚讲到台湾人，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现实，台湾人是非常理性的，因为台湾人最高的价值就是生存，我能够生存是我的最高原则。你刚刚讲，我有没有试着跟中国交好过？我试过啊。从陈水扁的晚期，其实陈水扁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阶级从李登辉的阶级用人，到陈水扁的积极开放那个有效管理，到马英九的这个所谓的 ECFA， 其实我们都试过跟中国交好。那但是你这条路发现我根本走不通啊。那你就看到现在跟美国，再加上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对立，所以我们是经过实证的，这不是凭空想象。对，我们两边都试过了。对，那现在台湾老百姓已经很清楚了，台湾要走的路线非常清楚。对，现在因为实质上台湾跟发达水平高的经济体连结，
台湾会远远取得新的技术来源、新的产业那个选项。那如果去跟中国连结的话，它的好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开发新的项目。新的项目研发、新技术等等，在先进国家这里，美国这里，那甚至有一部分在日本啊、欧洲这些先进国家这里，所以台湾经济跟他们连结的结果，会比较容易引进有互补性的东西，互相成就啊。那如果台湾选择中国的话，是说将既有的生产方式去降低成本，但不见得引进新东西。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说我们移到中国的企业，最后都被中国模仿。都被中国超越，对，所以我来反过来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没错，就像当时的苹果供应链，苹果供应链，你从组装，你甚至到线材，你到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模板或任何东西，中国很快就把你取代掉。对，如果今天没有飞鸿供应链，今天如果没有中国跟美国的一个对立，没有把整个中国生产完全排除在美国 AI 生产供应链的外面，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国厂商的对手啊。对，所以我们起先移那个生产线移到中国的时候，享受到一些成本降低的好处。那这个部分呢，并不是技术升级而是说降低成本这样而已。然后呢，随着中国企业跟上来甚至于还超越追赶跟超越，我们反而在培养我们的市场竞争对手。对。那这个事情韩国一样，韩国的那个什么记忆体啦、造船啦、钢铁啦，移到中国去以后，发现糟糕，被他们学去。对，所以现在韩国经济很吃力。现在韩国实体经济增长比台湾是差一大截，差很多。但是它的股市因为记忆体的关系，它股市比台湾表现好啊。今年上涨幅度了哈，但是呢，它的实体经济差台湾，就是因为它在中国大陆看到很多对手，所以呢，现在我们发现了，把产业移到中国，享受了成本降低，这个是短期好处，短期的，随后会被逆转。我们跟美国连结的话，我们得到的好处反而是长期的，因为提升我们的那个技术跟产业水平，所以我们跟比我们进步的经济体来连结，对我们反而是拉抬自己的等级啦、级别。那我们就跟比我们差的连结，会降低生产成本没有错，但是也给对方追赶的空间跟时间。所以到最后的话，这个相比之下的话，我们靠向中国这边，其实对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其实没有帮助，但是我们靠向美国、日本这边，对我们的竞争力反而有帮助。那将来如果美中又和解，两岸又和解，那台湾因为这一段时间靠向美国、日本，就有很多东西会被中国这边重视跟珍惜，会来争取我们，反而两岸关系会比较好走。如果你现在就倒向中国，东西都被中国学去，你到时候你有什么东西、什么筹码？你没有家底。对，那你现在靠向美国、日本这边拼命累积你的新产业、新技术，然后把自己提升上来。将来如果两岸和解的话，那台湾这边有好东西啊，中国会来争取啊。那不一样，局面会不一样，所以两岸关系会比较好走。所以我们现在一碰面的时候，你就谈到说，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这些所作所为，就会让这些中间的选民、这些经济选民感到了厌烦，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了国民党的好感度居然下降，而且这个整个不满意度急速上升，现在不满意度都已经破了50%以上，而且那个正向的不到30%。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很多立法委员的倾向，好像要把台湾跟中国继续拉住嘛。对。但是特别是那个翁小玲还讲，我就是中国人。但是全球化的局面改变嘛，全球化的局面以前的确是像你说的，要把中国拉进来，要把中国的资源跟国际体系来结合，这个美国都做过嘛，台湾也做过了嘛，日本、韩国都一样嘛。结果是连德国都是，德国的汽车也想迈进中国市场嘛，大家都尽了努力了嘛，想把中国拉进来嘛。可是呢，现在发现不对嘛，对，整个从产业到政治都不对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改嘛。全球化的这个2.0、3.0就是在改正这个全球化1.0造成的失误嘛，就是说培养了一个破坏规则的对手嘛。中国不想遵守规则嘛，他想自己定规则，对，然后把大家搞得人仰马翻嘛，然后大家发现不对嘛。我的那个什么市场对手是我培养出来的嘛？这是不是台湾这样嘛？而且你的技术是偷拐抢骗。对。然后现在所以中国国民党人没有看到全球化的局势跟国际经济跟政治的变局，他们一直要把台湾推向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嘛？从李登辉、陈水扁以来就做过这样，经过马英九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台湾经济跟中国经济有更多的连结，这个我们都做过嘛。但是现在发现什么？发现中国经济自己也不行了嘛。
中国经济自己也在严重下行，而且现在是恶性循环，是通缩状态，通货紧缩状态。中国一旦陷入通货紧缩状态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这个就是摆脱20年摆脱不了，至少20年。日本的话30年嘛。失落30年，现在的话，中国大陆他们自己说哈，有些人自己说哈，不是失落30年了，是失落50年。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碰到大麻烦，然后大麻烦呢，至少有2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美中关系搞坏了，然后第二个是中国自己的那个制度限制了创新能力的这个建立。这2大因素下来的话，你说所有的这个对抗啊，美中对抗，从技术、产业各方面、军事等等。中国不会是对手，然后国民党完全没有看这样的一个国际大局，只强调两岸的那个血缘啊、历史关系，这不是说明问题，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我觉得国民党愚蠢的还不是说他一头热的倒向中国，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因为我讨厌民进党。我厌恶民进党，甚至我仇视民进党。对，我仇视民进党了以后呢，我要找一个人来对付民进党。那找一个人来对付民进党呢，不会啊，因为美国站在民进党这边，所以我没有办法找美国来当帮手。那你就找了中国当帮手，那我觉得感觉上那就是饮鸩止渴。像我在政治上跑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楚，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对，你知道，以前宋楚瑜呼风唤雨，他有什么厉害？他选对边。选对风一直是政治工作者最重要的一个能力跟判断。所以，如果你现在整个国际大事上面，如果国民党要带着台湾人民走一个不对的路，当然你的跟随者就会越来越少。这个东西，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你看到这个民调，你要非常的来警惕了。好，你说国民党哈，这个主要在对付民进党 ，OK。我想跟国民党人讲，就算你真的是以民进党为主要对手、主要敌人呢，你需要拉共产党进来才能对付民进党吗？不需要嘛。你想想看，以前老国民党的时候怎么样对付民进党？你不要只看那个什么那个镇压这个社会抗争啊，你看看国民党当年怎么样稳住。国民党的票绝大部分是本省人的票，不是外省人的票。外省人的族群有限嘛，人数有限嘛。国民党的得票远远超过外省族群的比例嘛，表示说很多所谓本省人、闽南人的票投给国民党，才有造成国民党都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胜选嘛。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以前的路线从民生主义开始啊，从民权主义开始，一到台湾就办地方选举，一到台湾就开始经济改革。所以从那个土地的改革到货币改革，一大堆的贸易制度改革、财政改革，一大堆。国民党当然有在做事啊，然后有照顾到台湾本地人的生活嘛，所以本地人支持这个国民党是长期的现象嘛。经济还是关键。对，长期的现象，不是说某一个时期比较支持国民党，不是嘛？而且当年你抱怨那个白色恐怖 ，OK 对，可是白色恐怖时期，你知道地方选举下来，国民党还是赢嘛，就是说赢面居多嘛。那现在为什么输？国民党人没有看清楚经济大局嘛？你国民党为了对付民进党，需要把共产党拉进来吗？不用嘛。你国民党自己在台湾搞定民进党还有问题吗？你说你就回到蒋经国时代，蒋经国时代搞定民进党有什么问题？就算开放党禁报禁以后，跟民进党竞争的话，有什么问题？即使到了李登辉时代，也都还赢面居多嘛。为了对付民进党或者跟民进党展开良性竞争，你需要把共产党引进来吗？你国民党头壳坏去嘛？好，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谈这一题？我还是回到前面，就是过去国民党在台湾最被肯定就是你可以搞好经济，对于民进党最不信任就是觉得民进党没有能力处理经济。对。可是你如果从现在这份民调出来的话，现在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他肯定经济的已经高于否定经济了，这个对国民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钟。那另外就是国民党现在一直想说，我还是要跟国民党，我还是要跟对岸合作啦。那另外就看到了翁小玲很多的这个行为，我们要注意到，之前国民党共产党就中国做了2项政策，一个是他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出入境管理办法。做了以后，大家想，你是玩真的还玩假的？我们就看最近有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品牌啊，现在非常的大，甚至威胁到 Nike， 叫安踏。安踏的前 CEO 徐阳，他居然跑去美国了，他居然上飞机才说，我要离开了。第二个就是潘石屹已经离开中国非常久了，现在中国居然要跟他查税，就代表中国现在这样的政策里面，那对吧？我的人开始跑掉了，我的钱，中国想尽办法要把它给追回来。我们先提一下哈，刚才提到的这个国民党时代跟民进党时代，那个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共通的。
老国民党时期，从4大建设蒋经国那个时期开始搞建设，大概也超过10年以上。之前先抓住一种人才，叫做企业家。对。然后呢，土地改革的结果，把地主拿到股票，这个4大公司的股票，然后去当企业家。所以国民党一开始抓住企业人才，包括王永庆那个都是做企业的后来到了10大建设的时候，特别是开始搞半导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搞的是理工人才、工程人才，做理工的。所以呢，这2种人才国民党先后争取。然后你看共产党崛起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先让人家下海就是说企业家的人才，因为他组织各种资源，后来再凸显理工人才搞产业、搞技术所以你看到那个朱镕基，像他们都是练理工的嘛对。中国大陆在经济起飞的年代一样，先搞好企业的人才，然后最后补上理工的人才，然后就很漂亮，对不对？到后来如果你官僚出来就糟了官僚出来就是伸手拿钱了。你现在看到那个民进党时期这个时候，民进党政府在陈水扁的时候，他把企业家拉进来，像那个什么副院长林信利那个把企业家拉进来。现在你看，最近我们台湾能够接上 AI 产业链 AI 产业革命，是因为这个时期很多理工人才回来台湾，或者台湾自己的很多理工人才充分就业。所以民进党现在的话，起先也是拉企业人才，后来拉理工人才，然后呢，让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基础来接住 AI 产业革命这个商机。我举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就是大家都说张忠谋是当时的李国鼎，还有当时的孙运璇把他从美国请回来。那当然没有错，这个渊源是存在的，跟老国民党存在的。可是如果看到了现在，如果问张忠谋跟现在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里面，谁跟他最交好？蔡英文。你会发现蔡英文已经让他当了几届的 APEC 的特使。你会发现张忠谋当时在这个所谓的在私底下会跟谁去家宴，他跟蔡英文。所以两边的关系是，我觉得在蔡英文时代里面大幅的改善跟企业界跟科技业界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一直没有理解也没有去注意的事情。你这个讲得非常好，的确是这样。那2020年的时候9月中旬，大概9月15号。国务院第3号人物，我们把它翻成副国务卿了还是国务次卿。那个来台湾的时候，来台北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2个礼拜前9月1号，当年我先受邀也去参加 AIT 副处长古立言在他官邸的这个晚宴。我只讲一点，就是说台积电那个时候已经敲定台积电要去亚利桑那州设厂。我说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台积电一个厂过去就好，美国要想方设法把上下游供应链都带过去。这样才能够完整呈现台湾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竞争能力。所以不要只是争取一个台积电一家公司过去，要想办法打造整个产业链过去，也就是说竹科工业园区这个概念，创造互补性这个重效这个概念，我只讲这一点。结果呢，9月15号2个礼拜后，这个副国务卿来的时候，蔡英文在家里面招待，对不对然后呢，照片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蔡英文跟这个国务次卿中间夹着一个人，张忠谋。对。我就想，我猜对了，我讲对了，就是谈的话题就是台积电的投资问题相关的。那你会发现，民进党的转型这个转变很大，可是大家不容易看出来，就一直到被你讲出来。就是民进党一开始也是接触企业界人士，可能是金主啦这种有关系，企业界、商界的人先接触，接下来接触的就是理工科的专业的包括蔡英文去跟张忠谋做交情这个都算。就是民进党原来是不熟悉经济，可能有一些企业界至少我在跑陈水扁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当时陈水扁时代要跟工商界跟经济，特别是科技界，其实有一个隔阂的。但我发现这个隔阂在蔡英文的手上，基本上就完全打破。那个打破，我觉得跟2019年中美的这个大对抗，我觉得美国的介入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那等于说，当时你记不记得张忠谋那时候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在地缘政治的时代，台积电已经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个的推力跟阻力跟这个拉力，美国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就是说美国在提升台湾的产业跟技术的时候，也注意到说台湾当时已经由民进党执政，所以美国呢一方面在国家安全上支持台湾，二方面在产业跟技术上也支持台湾，然后的订单下过来，对吧？资金流进来等等。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蔡英文任内，台股不但突破前高12682，
而且还继续推进到他卸任的时候，应该是22000点左右哈。然后赖清德上任2年来已经翻倍啊，涨幅也超过那个蔡英文执政8年的上涨幅度13000点啊。那这些全部是那个国际潮流下的那个 AI 产业革命带给台湾的商机，而这个的确也是美国支持出来。然后你去看，表面上好像美国欺负我们，美国占我们便宜，其实不是。美国只是用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来达成双方的互补性，互相成就，所以美国成就台湾，台湾也成就美国。我以前在这里讲过吧，大概美国军事上保护台湾，交换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上保护美国，所以变成说一个相互成就。那现在 AI 更是如此。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刚才注意到，从以前的老国民党，先争取企业人才，后来争取理工人才。然后呢，到了那个民进党也是先支持先有企业人才进来，后来他们也开始接触理工人才。那民进党的文化里面本来没有理工这个，现在也很多理工人才都在这个时候进来。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一开始的话官僚下海经商叫做也是说先打造企业人才。台湾从地主转成企业家，那中国从官僚转成企业家先下海，后来呢开始吸收培养理工人才，从美国那边争取留学生回来这样子。其实路线一样，是大同小异，就是说从国民党、民进党、中国共产党搞经济的过程中一样，人才才是关键。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那我们刚才讲，现在这个是一个路线的一个选择，那是一个地缘政治你的方向选择。在这里你用了英国的作为一个例子，英国到底是一个欧洲国家还是一个大西洋国家？这个样的一个逻辑可以放在台湾自己来思考。那可刚刚讲到，你现在如果要挡中国，如果中国现在很强，你可能你也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它的经济、它的科技、它各方面都非常的卓越，你可能也必须要跟它交好。可是现在中国刚刚讲的，你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上你的出入境管理办法，都可以看出来说，你现在人才、资金上面外流的状况非常的严重啊。好，你这里2个问题，我分别来回应啊。首先一开始提到说那个英国是海岛国家，它是欧洲大陆之外的海岛国家，它面对欧洲大陆的话，它有一个选择，就是说它要加入欧洲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把它称为英国的统派，就是它海岛面对大陆的时候跟大陆连结，英国及早进入欧陆的整合来保护英国的利益。我把这种路线叫做英国的统派路线。那这是因为如果英国讲过一句话，就是柴契尔夫人所讲的，因为之前讲的名言叫做英国人讲的叫做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这样子。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是英国既是欧洲的英国，也是大西洋的英国。但是这里面涉及到英国国家定位，如果英国国家定位是欧洲的英国的话，那英国应该及早加入欧陆的整合运动来保护英国的利益。我把它称为英国的统派路线。那另外一个，如果英国定位为大西洋的英国的话，它可以靠向后面大西洋后面的美国、加拿大来对抗欧陆当前的整合。所以这个叫英国式的独派，独立于欧陆整合之外。所以这一个海岛国家面对大陆，它当前的那个大陆到底是跟大陆合还是跟大陆分，这才是真正的统独议题。那台湾还没到这个水平，这才是海岛国家要选择的议题。对，台湾还没到这个水平。台湾的统独问题其实是省级情节比较重，还没有到涉及到海权、陆权这样的一个分界。那从这个概念我们套到台湾，就是说台湾是东亚的台湾，也是太平洋的台湾。如果台湾的国家定位是东亚的台湾的话，应该及早进入东亚大陆，就中国大陆来保护台湾的利益。台湾做过啊。然后如果台湾自我定位是太平洋的台湾的话，可以靠向太平洋背后2个大国美国、日本来确保台湾的利益。所以我们曾经在这2条路线里面摆荡，做的摸索过程跟英国非常相似。就是说海岛国家面对一个大陆旁边的大陆的话，那应该是跟大陆合还是跟大陆分？就是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统独问题了海岛国家，所以统独问题不是台湾独有，英国这样的那个安理会承认理事国，它一样有这种统独问题。那拉回来就是说，现在第2个问题，那美国在重新界定全球化，redefine 这个全球化。然后呢，确认说中国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挑战者、破坏者，所以美国现在要收缩，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出去美国主导的这一套国际经济系统。原来美国以为中国可以吸收进来，可以改变，可以融入这个国际体系，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中国想要改变这个体系，那美国说那不行所以呢，你当一个规则破坏者那不行，你这个规则遵守者可以。所以美国一直强调打造一个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啊。那其实这个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那个2018年在阿根廷的那个川习会之后，那是12月1号，当年12月1号就抓孟晚舟那一天啊。然后呢，12月4号几天后，国务卿飞到欧洲的比利时，在国际会议上讲，美国重新打造国际秩序3个原则：第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二个呢，由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展开的国际秩序；第三个，由美国来领导的国际秩序，就是3条。然后呢，这包括将来要整顿的对象，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呢，居然欧盟也要整顿。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在川普1.0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蓝图了，重整国际秩序然后应对中国队的那个挑战跟破坏，然后演变到后来，你看到川普就是岸本操课，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强硬嘛。其实早就在川普1.0的时候已经摆下这些这个地缘政治蓝图了那所以你现在看到美国在打造恢宏供应链，打造 AI 产业链，然后把半导体产业也放一部分产能放在美国，其实全部是针对中国破坏了美国主导的这个全球化跟国际秩序，然后美国在做修补，在做应对，然后把台湾拉过来，也要把日本拉过来，韩国拉不过来的话，对不对？美国会放弃韩国。他现在在修理韩国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降低了美韩之间的军事合作不止。萨德会战防御系统撤了六台，听说应该是全撤光，那这个很严重。而且驻韩美军将来还会收编，而且驻韩美军的一部分那个力量要在台海有冲突的时候投入台海这边。那这些全部都是美国已经把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降低，特别是川普直接跟金正恩打交道之后，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在川普的心目中的分量降低。所以我们甚至也可以超前部署一下，说美国必要时就干脆放弃韩国。是，我们干脆，因为第一岛链其实不包括韩国，第一岛链是日本本身拉下来到琉球、到台湾、到菲律宾、到澳洲，甚至于到印尼，这个算第一岛链。韩国的话可能就排除在外，虽然他有驻韩美军，因为韩国亲中嘛，亲中的结果的话，美国的对策就是把北韩拉过来。你中国把南韩拉过去可以，我把北韩拉过来，所以到最后的话，这个朝鲜半岛周边的地缘政治还会很混沌，很复杂但是呢，回过头来就是美国重新整顿国际经济秩序，承认犯错，把中国拉进来这件事情是错了因为他不是遵守规则，这个伸张这个规则，他是在破坏这个规则，要改变这个规则，那美国当然吃不消而且他的商业模式也是把挤压别人、消化别人，对外倾销那一套，大家也吃不消，所以呢，他不遵守 WTO 这些游戏规则以后，美国就另起炉灶就是说当时早就有讲，就是要废掉 WTO。另外成立新的国际贸易组织来取代 WTO，那也会成立更极端的情况，就是成立新的联合国来取代现在这个联合国，然后把中国排除在外。那时候的名称叫做全球民主联盟，当然民主国家进来，台湾是，然后呢非民主国家、集权专制国家出去，所以中国就进不来。要变相的把中国排除出去，美国建立的这一套国际体系，这在川普1.0都已经排演好了，所以剩下的时间只是岸本操课一步一步推进。是，所以你如果从国际环境、国际秩序来看这个台湾，看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话，就一目了然。好，那嘉龙你怎么来看待？就是我们刚刚一台提到，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那个部分，然后另外就是，现在不是嘴巴讲。现在潘石屹在海外，你的这个资产我要把你课税。出入境管理办法里面，在这个之前，他的这个安踏的 CEO 赶快就离开中国，等于是他人跑了，钱跑了，现在中国要追回来。现在中国来讲，他的经济压力真那么大吗？大到他要做这样的手段？对，其实经济压力的问题资金外流的问题，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已经表面了，现在已经几年下来，又7年要下来了。中国经济陷入一个就是被美国这个对付的情况下的通货紧缩状态，订单走了，就业机会走了，中国的生产线可能还得移到什么越南、泰国去来闪避关税。所以中国现在碰到的问题，他们叫做3驾马车全部熄火，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全部都熄火，要靠政府也不行，因为政府的部分基础建设已经饱和。那个高铁路线几乎全部亏损，本来北京上海这一条还有一点赚，听说现在也不行然后呢，高速公路、水坝、发电厂都盖太多，都是过度投资饱和了那国营事业的
固定设备投资也是饱和，像钢铁业、石化业都是产能过剩嘛。然后再下来房地产投资，大家也知道嘛，烂尾了嘛。所以呢，现在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那些动能，全部饱和嘛。那你没有拿出新的动能的话，它经济会开始逆转嘛，往下走嘛。再加上你搞坏了中美关系嘛，然后美国这边开始对付你嘛，然后所以呢，中国经济现在的话是原来的经济动能消失，而且找不到新的动能。那我现在讲一下那个所谓新三样大约占 GDP 10%。房地产的部分你知道大约30%到33%，30%到33%，所以新三样就算有进展也补不了房地产这个缺口。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就是说新三样的那个带来的帮助，远远不足以抵消房地产这边带来的损害破坏。电动车、电池这个对，就是那个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现在可能还会推新的那个另外的那个新的产业，但是因为这些产业基本上国内需求不足，都要做到国外去，卖到国外去，然后对外倾销。那这样的做法会引来贸易摩擦跟保护主义。中国也不是那么方便啦，没那么容易啦，要对外倾销。所以这根本的问题在于说，你的生产结构跟你国内的需求、消费结构要配合。然后呢，你现在很多产能是做外面，为什么？因为你赚到的外汇归那个掌握权力的那个权贵阶级、特权阶级，他们洗到海外去的时候有钱。你现在发现中国其实有很多外汇是放在海外。然后呢，他们现在习近平现在要把放在海外的钱叫回来，要把洗到外面的钱追回来。所以呢，现在要管制人员进出出入境是这样，就是通常他们钱先出去，人再去跟钱汇合。所以为了把钱追回来，就管人。所以他现在管人，然后管人的话被人家描述为锁国，那个闭关锁国，这个对，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的整个不是在搞经济，他也不是在救经济。我不认为习近平现在还在救经济，他身边没有经济团队，这个已经可以公认然后呢，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有效的什么经济措施，唯一看到的就是货币宽松，那个也没有用。然后财政的话，现在是财政缺口，没有能力搞什么财政大撒币那个补贴什么的，没有办法，没这个能力。他现在拼命抢钱，查逃漏税、变相加税之外，他有一个模型，就是北韩。北韩经济很糟，政权照样稳住。所以现在习近平在向北韩模式靠近，难怪他前阵子又跑一趟北韩。就是说北韩的经济确实很糟，但是北韩的政权还牢牢掌握在金正恩家族的手里，这个变成习近平的模式，一个榜样。所以习近平现在在全力抓党他现在在确定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能改变。我们叫5个字：保党保政权。他现在在保党保政权，玩的全部是政治，不用再搞经济。那经济理论上交给国务院总理李强去做，那李强也不见得有这个能力跟本事。那其实是这样，中国经济的严重性，你今天就算你从哈佛、耶鲁大学找教授来，还是拿诺贝尔这个经济学奖的人来给你当顾问都没有用。有这么严重吗？都没有用，就中国经济情况非常严重，就是没有救了，基本上没有救，所以习近平他干脆不管了。习近平现在纯粹就是保党、保政权、保个人权位。可他不现在也要推全面的在推 AI 吗？然后他这个语速的机器人不是 IPO 非常成功吗？那他现在的寒武纪的这个业绩也是非常好啊。他说现在的他的这个所谓的长江存储啦，或者这些他的长兴存储、长兴两家，对，他现在不是也是等于在这个气体上面也有非常大的表现吗？你的问题非常微妙那现在是这样。当初是晶片、半导体，美国大张旗鼓，其实是问中国：你玩不玩？你要不要跳进来玩？就是英文讲叫做 "Are you in or out？" 用我们话来讲你们一样了你要不要玩？然后呢，中共就拨了5000亿美金的补贴就是扶持半导体产业。国家用政策扶持产业，这个真的很正常，特别是在共产党这种国家里面很正常因为它本来什么东西都是国家在辅导。问题是很多中国的企业就为了贪图这个补贴，国家补贴，然后纷纷成立半导体事业来申请这个补贴嘛，结果呢都是欺骗，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到关键的东西。美国之所以敢要中国来玩半导体，其实相当于一种新的军备竞赛，就是说你会跳进来，你会大撒币，但是全部打水漂，就变成消耗。为什么？因为关键的东西握在美国手里嘛。
所以光刻机的话，美国叫荷兰你不可以卖嘛，哈。然后呢，中国要想办法用国产品嘛，但问题是国产品做不到嘛。它不是我做出来的吗？不是一样的水平嘛，哈。然后呢，比如说光刻胶，那是特殊化学材料，那是日本嘛。那日本的话，你现在中国要搞光刻胶，能够追上日本，超过日本吗？不行嘛。那记忆体韩国嘛，全球70%以上是在韩国手里，台湾是晶片制造啊。这个在70%以上在台湾这边，台积电的话大概有6%、7%，这个很强的市占率。那你现在中国搞半导体，你要在晶圆制造方面追上台积电，你要在记忆体方面追上三星、海力士然后你在特殊化学材料又要挑战日本，不可能嘛。就说美国把这个整个产业国际分工，然后各个国家来强化他自己那一块，然后呢，最后美国把它串起来。那美国有了这个把握以后，说，中国你进来玩，那中国一跳进来的话，一定是过不了嘛。你只要有一个环节没过，你比如说你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光刻胶，你下次做不起来；你什么都有了，没有记忆体，你做不起来。那关卡好几个都在美国这边，然后美国就说你进来玩，好，你玩不玩？你玩不玩？那中国忍不住跳进来玩，全部打水漂。然后现在都玩什么？玩 AI。美国知道 AI 的东西在美国手里，所以美国又叫中国你玩 AI，你不玩 AI 不行哦，这样子。那中国这咽不下这口气嘛，跳进来玩嘛。那为什么？就是说软件的部分像那个 OpenAI 啦、Anthropic 这个很多那个 AI 的模型系统，中国可以借用跟模仿。但是硬体的部分、实体的部分，美国全部抓住。所以到最后的话，你看现在机器人中国玩的那个机器人就是比较说娱乐性它会跳舞，它会武术，它会干嘛？然后娱乐性这。已经展现出某种程度的这个进步，技术进步但是美国没关系，因为很多关键的东西在美国手里，美国才会大胆的邀请或者刺激中国进来玩。你进来玩，你不进来玩的话，你看美国整天大声张大肆声张，完全跟雷根搞星际大战一个模式。雷根的星际大战其实后来知道他是骗人的嘛，技术到了川普这个时候才成熟嘛。但中国不会弯道超车吗？他就以为这个是真的嘛，他就想要跳进来玩。那中国的名字叫做弯道超车，那苏联的话就是认为说这个军备竞赛我们不玩不行嘛，结果玩到最后的话被消耗嘛。那现在美国一样，就是说产业竞争其实是新时代的军备竞赛，因为你会大傻逼，国家花下大量的资源进去，但是最后搞不起来，那就变成那个消耗战，然后就变成就打水漂。可是现在不是讲说，现在中国发展的这些开源的系统，它的这个系统可以用更少的算力、更高的这个所谓的输出，创造更多的一个 token。这个他说，因为我是开源，所以他连美国很多的企业都会使用啊。你这个要问得更仔细，这个话题更仔细。我们现在找一个对比手机，智慧手机，苹果的作业系统别人不能 copy 嘛那你买苹果手机就是使用苹果的整套作业系统，那苹果的销售量只有30%，在智慧手机里面大约30%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可是智慧型手机90%的利润在苹果这里，另外10%给三星、给以前的宏达电什么 Sony 去分那三星可能分到7%，10%里面大概有7%，另外3%给一大堆的小品牌去分这些全部用的是安卓系统。所以安卓系统会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呢很低的毛利率。然后苹果的市场占有率 OK 只有30%，但是它的获利是整个行业的90%。将来很可能做好开源的，很可能有很多人进来嘛，然后就市场就会竞争度很高嘛，市场占有率会大，市场会大，但是呢进来的人多，大家竞争的你死我活，利润都不高。然后美国这边的话是闭锁的，对不对？然后你要付钱才能用，对不对？毛利率高，但是市场占有率会比较低。就会我猜想会非常类似智慧手机的这个模式就是2套作业系统嘛。那安卓是开放的嘛，很多人进来嘛。那进来的结果呢，大家市场是变大了嘛，但是大家杀了你头破血流，就是竞争度非常高嘛，这样子。可是现在不是讲说在机器人跟无人机很多的关键技术，这个部分是由中国掌握的。中国有，就是的确有。那大疆无人机也是，其实大疆无人机的这个原始创办人好像是台湾人就是说中国在无人机方面的确有进展，然后呢，在 AI 人才方面的确有，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发现嘛，中国那些 AI 人才都美国训练的嘛，然后美国说我头壳坏去，我培养你的 AI 人才，你再来对付我，所以现在理工科人才不让中国学生进来嘛，一样的嘛，所以说中国是有人才，但问题在于说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美国就把很多关键领域又卡住嘛，抓在手里嘛。然后呢，你即使你有软件，你追上来，实体呢？实体 AI 怎么弄？实体 AI 的话，你说不是有机器人吗？对，
它的机器人，人家美国的机器人是用来做军事啦、工业啦等等嘛，那中国是拿去做表演、做那个就娱乐，不是大家觉得很新鲜了，有娱乐效果了。但是呢，比如说那个晚上，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在侦测的时候，黑压压一片怎么办？红外线嘛，红外线用感热嘛，然后呢，你的红外线技术如何？玩的是这个嘛，就军事上如何在空中停留够久，如何有高速传输啊，如何有那个强的那个感测效应这个视觉模组等等，大脑运算如何进入自主运作，无人机如何自己判断自己进行工作，对不对？很多这种东西嘛，你现在不是玩这个嘛？就中国这个上面不行吗？不行啊。这部分在美国美国就是有抓到关键的地方，好几个关键的地方有这个把握，才会说中国你进来玩啊，你进来啊。一样都在玩星际大战，新时代的星际大战就是新形态的军备竞赛，用产业竞赛来把你拱进来。他不是说现在我盖了多少条福特号航母啊，还是什么 F-35B、F-35CD 新款，还是 F-47要出来了什么？他现在不是玩这个，这个是纯粹军备竞赛，对不对？他现在不是玩这个，他玩产业。然后产业的话，你不玩不行的，中国不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AI 就跟军事有关，你现在无人机也是靠 AI 嘛，对，它这个自主运作了嘛，它判断，然后调资料库比对，然后就觉得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谁，然后就直接那个开火了嘛。所以现在很多无人机的军事用途是用 AI 结合，还有呢机器人也是跟 AI 结合，所以 AI 加无人机 ，AI 加机器人，所以你 AI 不玩不行啊。可是你一玩下去的结果，你发现上头都美国抓着，对，所以美国才会刺激中国。美国还一再在刺激这个习近平画什么红线，美国就去踩。你会发现美国没把它放在眼里，但是我们这里很尊重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是大国崛起老大哥，不是啊，在美国眼中的话，共产党就是小混混，是这样吗？美国自己是穿着定做西装的黑道大哥，腰这个打开都是枪，然后呢，他看中共的话也是黑道没有错，但是小混混，所以美国随时把他拍死。然后呢，但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小混混家里可能有什么继承权斗争啊，豪门有豪门的那个问题，但是他豪门对付这些小混混的话，应该是力气还有，而且现在可能。美国在债务压力之下，可能不得不出新的对策，就是说豪门有豪门的问题，豪门要守住自己，对不对？然后呢，豪门对付小混混、街头小混混的话，实力是够的。那街头小混混呢，就想办法来挑起豪门内斗，消耗从内部来消耗这个豪门。现在双方玩的都是消耗战，不是真的开打。那你刚才讲说美国现在的债务问题，但我们就讲，我们现在台湾跟美国的股市、我们的科技、我们各方面联动的非常深。那现在整个股市包括费城半导体。为什么一直涨不上去？为什么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就讲的说，美国现在的公债殖利率已经飙得非常高了。我们讲，川普上来的时候，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要解决美国国债的问题。他上台的时候，美国国债大概已经36、37兆了。他说不得了，这个数字太高了，他一定要来解决，不解决美国会完蛋。结果呢，美国的国债在他的手上不但没有下降，还不断往上升。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到了40兆，那美国今年的预算赤字又到了2兆，等于说你直接就40兆再加2兆就42兆。42兆什么意思？42兆就是一年美国要付这个利息，国债利息不是不用付利息哦，我要付利息。我光付利息一年就要付1兆多，也就是我美国要付国债的利息比我的军事预算还要来得高。那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解决，你就发现它的公债殖利率就一直上升。现在的公债殖利率10年期已经到了 4.7， 整个30年期已经到了 5.2， 有人说之前还碰到了 5.3。如果你有这么高的公债殖利率，你的整个借款就会成本就变得非常高。2008年金融风暴怎么来的？金融风暴就是因为当时整个债务压力太大，所以我开始升息到了我整个房贷整个爆掉，所以当时房利美跟房利美它是 AAA 等级的，我照样爆掉。所以现在大家担心说，我如果现在跟你美国这么近，你美国的公债殖利率能够解决吗？你的国债问题能解决吗？如果你不能解决，特别是之前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要解决，就发新债发短债换长债就没有用啊，华尔街照样来嘲笑你啊，照样攻击你啊。那如果这个不能解决，那个对台湾来讲也是一种危险啊。对，我们现在把视野焦点从台湾或者中国拉回美国这里，拉回川普这里，拉回贝森特这里那这里面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因果关系前后可能导致，什么意思呢？简单讲，
我们直接讲重点，现在是 AI 产业革命，技术创新推动了产业革命。我们回顾30年前的 IT 革命啊，技术创新推动的产业革命，不但提高劳动生产力，eventually 后面它也提高资本的报酬率。所以呢，资本的报酬率一提高以后，公债投资人会要求比较高的报酬率。公债的报酬率如果不够高的话，我直接去买那个股票那边，合算嘛，所以是技术创新带动了报酬率走高，从资本报酬率走高到债券的报酬率要跟着走高，而不是说债券报酬率走高以后回来挤压产业革命，相反。今天为什么会有美国？你提到美国公债，对啊，好，美国公债因为有竞争对手进来抢资金，谁呢？公司债就是公司债就是那些大企业打 AI 基础设施、打造 AI 基础设施发债，公司债的报酬率走高，把公债的殖利率也逼高。所以公债殖利率今天走高，是因为背后的公司债，对不对啊？公司债为什么会走高？因为融资需求大。那融资需求为什么大？因为前景看好嘛，因为产业革命还在后面嘛，所以他们这个企业界大型科技公司那几个著名的大型科技公司敢砸钱去铺设这些基础设施嘛，后面一定要嘛，你不要不行。所以这个投资的力道把融资需求带出来，把公司债的殖利率逼高，最后把国债的殖利率逼高。那请问你，如果真的有技术创新推动了产业革命，对美国的总体经济是好还是坏？好啊。那美国政府的税收是好还是坏？好啊！你知道克林顿时代 IT 革命你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事吗？这个传为笑柄，不是大家觉得很好笑了。美国居然盈余，对，克林顿时代交给小布希是财政盈余，小布希就拿来把第2次伊拉克战争打掉嘛。克林顿时期居然盈余，为什么？因为整个经济上来以后，税收增加嘛。现在是因为大背景，大家不要忘记，大背景是 AI 产业革命，这不是景气循环，就是 AI 产业革命。AI 产业革命的话，公司这个大企业必须铺设基础设施，当然要有融资需求，然后当然拼命发公司债。大家注意融资有2种方式，一个是股权融资，一个是债权融资。那我如果看好未来的话，我宁可付你利息，跟你借钱付利息就完了，剩下来的权利是股东。股东要拿剩下的权利嘛。那反过来讲，如果我没有那么有把握的话，我可能要找新的股东一起进来分摊风险，那时候我就会用股权融资嘛。那你现在看出这些大企业都是用债权融资嘛，花公司债那个来做融资嘛，对不对？表示他们自己很有信心嘛。万一他们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来花优先股什么股的，就是要新股东进来一起担风险嘛。那你现在看到的话，全部是公司债嘛，就表示说债券殖利率走高，背景是产业革命嘛，技术创新，不是因为什么联邦什么。好，现在讲联邦的问题是这样川普一上来，你们讲的没有错，他的经济问题首要对付的是国债危机。对啊，国债太高了。他不是在搞什么对付通膨、对付就业这个传统的这个所谓议题，他在搞的是国债。然后呢，川普任内已经推出几个措施，他从一开始就很认真在对付这个。第一个，关税。关税对联邦政府是收入。我先讲一下联邦背景。你刚刚讲到2兆美元，事实是这样。联邦政府的开支大约6.5兆美元，它的收入大约4.5兆美元，所以每一年的联邦赤字是2兆美元。然后最近是刚刚从39突破站上40兆。但是原来38兆一年2兆美元就到40，所以今年刚刚站上40。那如果再一直下去的话，每年2兆的话，当然很可观。然后目前的利息支出已经到达1.4兆、1.5兆，超过国防预算，是这样来。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降低联邦利息支出，降低整个国债，对不对？所以第一招关税，本来预估可能有7000亿的新收入了，结果后来发现没那么多。第二招什么呢？政府效率部马斯克主持，有没有？然后呢，就准备把一些非生产性联邦开支砍掉，最后把那个国际开发总署关掉嘛，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发行川普绿卡，1张500万，对不对？然后预估川普这一任看看可不可以卖100万张，整个来讲会估计要卖700万张，因为潜在消费者、潜在顾客要有3700万人，他这3700万人，他的目标是我可不可以卖到700万张？那700万张里面，川普这一任可不可以卖100万张？100万张的500万是什么意思？5兆美元。那5兆美元的话，可以缓和这个财政压力嘛，说不定还换成盈余嘛。
啊，这是第3招。第4招呢，成立主权财富基金。那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们都是华尔街滚出来的啊，滚动出来的。他们是知道怎么样让联邦能够从资本市场里面取得收入来源，因为联邦的税是对经济活动课税，所以你有所得税，你有营业税，你有消费税，这些都是针对经济活动课税。那现在除了经济活动是流量。我可不可以对存量课税？就是说我能不能从资本市场财富的交易里面去取得收入来源？这叫做资本利得了啊！联邦政府可不可以也有资本利得？我打个比方了，我们想象一下，只要联邦政府对某一家公司下那个无人机订单，比如说，那我可不可以下订单的时候同时拿到选择权？那你的订单消息一出来，股价涨，对不对？我行使选择权，拿到低价的股票，然后在市场上卖掉，我有获利，对不对？那这个是妥妥的内线交易哈。那我可不可以透过主权财富基金来持有你的那个选择权？然后我下订单给你的时候，你的股价涨了吗？对不对？那我也获利嘛，我也切一块蛋糕嘛。就这样，就主权财富基金做各种投资，从投资中取得联邦的收入来源啊。然后接下来什么？稳定币。稳定币的话，不是中央银行发行，是私人发行，包括川普自己也在发行啊。然后企业发行，比如苹果比那个微软币，然后你可以买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什么金融机构啊，这个花旗币啊、摩根币，对不对？哈，这是金融机构也可以发行自己的稳定币。然后稳定币法律规定要1:1的储备资产，就是美国公债，估计可以创造3兆美元的公债需求。想方设法，你看川普现在想方设法，结果呢？就是缓和联邦的这个赤字压力跟国债压力哈，他的努力，你看推出这么多招嘛，全部是为了要针对国债危机嘛，对。然后呢，贝森特8月19号宣布的那个，就是说要增加回购哈，增加长债的回购，它的算盘很简单，就你刚刚提到哈，因为现在短债的利率低，长债的利率高，对不对？我把长债的部分消掉。我买回来注销，我不用再去对长债等于说付那个利息，然后我改成去花短债，付短债的利息，但短债利息不是低吗？那我联邦的利息支出不就降下来吗？然后呢，短债的话到期，我再发新的短债，所以它的问题在于说，长债的话利率固定，短债的话呢，你随时要翻新嘛，到期以后再重新花嘛。所以你有利率风险，就这样，利率可能会波动。你如果是花长债的话，你要付多少利息是讲好的。现在不是嘛？现在他用短债的利息不断滚动来降低利息支出，然后来应对长债这边的那个高利息支出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招，就是说如何让这个债券国债有买盘进来，价格走高，殖利率走低。我举一个例子，在奥巴马时代，那个时候啊，联准会在考虑如何这个开始升息，就是如何结束量化宽松。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哈，华尔街所有的人都史无前例说，你这个量化宽松怎么结束？从来没有经验嘛，大家慌成一团。结果那个时候在伯南克时期啊，那个殖利率10年期公债殖利率从2% 以下直奔3%，那个时候很震撼，因为很短的时间内，那个公债殖利率这样暴冲。奥巴马就把经济团队跟国安团队找来，然后做一件事情。当时叙利亚内战爆发化学武器，美国决定介入。美国决定介入以后，地缘政治冲突带来市场避险需求，美国公债买盘进来，殖利率马上降下来。美国可以用创造危机。对，就是说，所以你注意到，川普最近讲说必要时动用军队，他没有人看懂。美国如果制造地缘政治冲突，动用军队制造冲突、制造危机，那么市场的避险情绪会暴增。对美国公债的买盘就会大增，然后呢，长期公债殖利率价格走高，那个价格走高，殖利率就降下来，这个不容易动用，但是美国用过，所以奥巴马时期用叙利亚，这个事情有什么影响？那个2017年4月7号，习近平去海湖庄园的时候，川普不是在他耳朵里面讲说，我刚才花了59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叙利亚内战用化学武器，从奥巴马时期到川普的那个第一任的时期，这个问题都一直在。所以，如果美国挑某个地方合理的、正当性的制造冲突的话，全球市场避险情绪暴增，美国公债变成抢手货。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伊朗处理不了啊！最后的问题是，你觉得他伊朗问题可以处理得了吗？伊朗问题其实是美国，我觉得啦，他在有把握的情况下，他在拖时间。原来是伊朗在拖美国，中国也叫伊朗把美国拖住。
可是现在看起来不像是真的吗？现在看起来仿佛是美国在拖他们。因为这个不是对川普的整个声望、对他的支持率、对民调都非常糟。川普有漏口风，他之前早就讲过，这一场战争可能拖到年底。然后呢，人家说啊，中期选举怎么样？他说 I don't care， 中期选举，其实为什么？因为他利用这一场战争，他不但逼欧洲国家表态，发现他们不是盟友，对不对？准备这个从欧洲撤军什么的。他另外做了2件事情，他因为拖得够久，所以全球买家、能源买家不能从中东拿到货，对不对？他们只好去德州买。那你去德州买，是不是要签约？要签长约。所以美国在向 OPEC 抢市场。美国在取得石油的定价权跟话语权，美国在击溃 OPEC， 然后叫那个阿联酋退出，本来想要制造它分崩离析，别的人跟进，但总而言之，美国在削弱，甚至于将来取代 OPEC。然后第二个，美国用这个困住这个海湾出口，然后呢，伊朗的油运不到中国，90%以上是运往中国，中国一下子拿不到委内瑞拉跟伊朗来的原油，大概占它原油来源30%了。所以呢，中国怎么应对？开始使用战略储备石油。那中国的战略储备石油是很多的，然后呢，如果1-2个月的话，它应付得了。但是如果拖久的话，它的战略储备石油消耗的够多的话，它不可能再对外做军事冒险。也就是说，美国间接额外的红利就是保护台湾。中国现在在消耗战略储备石油。那一直消耗下去的话，你到时候怎么发动战争？就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不晓得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大概猜不到。但是感觉上是川普在拖，美国在拖，而不是伊朗在拖。伊朗已经被打得几乎没有还手能力了。其实他那个无人机袭击商船那个真的是典型的小打小闹。他去那个飞弹去攻击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很生气，要准备对付他，对不对？那个都是小打小闹。重点是美国的海军部署没有撤。3艘航母，2艘在那个阿曼湾这里，1艘在巴基斯坦外海那边，还没有撤，所以美国显然有别的考虑。有人说那个伊朗的地下通道里面不只是那个浓缩铀，可能还有别的东西。美国可能在考虑那些东西。总而言之，美国怎么想我们不清楚，但是看样子是美国在拖，不是伊朗在拖。好，那跟嘉龙聊天最有趣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你要完全从国际政治脉络甚至美国利益来去思考。而且很清楚，就是你选对的路，你做对的事情，比你把事情做对更重要。作为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国寡民，你要搞得懂国际的情势，做对的选择。我们回过头来，就是戴立安做的这个民调，其实这个民调里面的数字有很多的变化，也告诉很多政治人物，你现在选择的路线到底正不正确。非常谢谢嘉龙，好，谢谢大家。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
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